我就是好奇嘛。那也许未来我可能会试一下，比如说拍一集什么一个肉食主义者1个礼拜只吃素食，是不是可以坚持完成？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给我留言，我看我要不要试一下。欢迎来到安教哲哲的频道。今天真是一个非常临时的拍摄。我其实今天白天一直在忙今天晚上要发布的这支影片嘛。然后我的这位美国的华人朋友，不知道大家对他还有没有印象？去年的时候我们一起拍过2集。然后他是一个人类学家，这次来又是因为商务出差，就这么临时的通知我，他只有今天有时间，所以我现在就要赶着去见他。不知道今天我们又可以聊点什么呢？哎呀，好美呀！哇塞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没有想到，就是那么快，就是1年又可以在台北见到豌豆妈妈。我还在说怎么这么突然，见到他的那个 line， 然后他说他来了，我说都不提前打声招呼。宝贝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因为之前一直在工作比较忙，还有一只蚊子在飞。我们2个真的是跟蚊子斗智斗勇啊！好不容易可以坐下来，终于找到这么一个很美的景。我第一次来到这边，青田76叫，因为他中午自己偶然的是吗？搜到了这个餐厅，然后进到里面用餐。它里面用餐是拖鞋的是吗？对，就是日式的。然后他觉得环境非常好，所以他介绍我到这边，就是蚊子多了点。植物很多，蚊子跟着也多。刚刚找了那一圈，然后我们很想就是靠近那个建筑那边去拍摄嘛，但他们好像有一个是端坐在那里这样打坐，好像是冥想，好像会打扰他。然后另外一间就是有很多的女性，她们正在换和服，最终还是得在这边喂蚊子。我看了一下，1931年建设的，给一个叫马廷芳的教授。是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，台大教授，然后他住在这里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历史文物建筑。所以你看那边有好多地质的岩石的标本。进来的时候有看到，对我来说很新鲜，有日式的这些建筑，因为它有那段历史。就连这棵大榕树，你不是都很赞叹吗？对，因为我生长的地方是没有榕树的，湖南人。对，好像广州会有榕树。然后我在我的那个研究的资料里面会经常看到那个村庄，就是我研究的这个书，就是刚出的这个英文书。出书了。去年还在说这件事，今年已经看到书了，已经出版了，刚好是这个月刚出来，很巧，很有缘分，所以就来这边参加会议，也去看了一下这个书里面写的当年的小孩子，已经是成为70多岁的长辈了，就在台北郊区的西周树林，他们那个小学叫沙仑国小。这次也去那里跟当年这个资料里面写的小孩子，现在就成长为爷爷奶奶辈的见了面。然后在这个资料里面，他们就有大榕树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我只能全靠想象。当年的小孩子就在爬树 ，banyan tree 大榕树，在这儿我觉得也挺巧的，看见了。台湾很容易看到大榕树，你在西雅图也没有看到。我们那儿大松树，西雅图叫翡翠城 evergreen，就它冬天也会是绿的，因为它就有常青的松树。一边讲又被蚊子咬。对，你跟我说西雅图全年没有蚊子，我真的是我也很爱。如果能没有蚊子，那真的是 perfect。湖南蚊子也很多，就是潮湿嘛。对，这是第2次来嘛？对，你觉得跟第1次来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是那个新鲜感还在吗？还在，我就很想来。去年来了以后，我回去跟我妈还有跟我老公都说，台北是我 I can imagine myself living here， 因为语言相通，很多风俗习惯也是自己熟悉的，然后就有一种格外的亲切，然后人又特别的有礼貌，慢声细语的说话，然后吃的又很好吃。去年来其实也是抱着一个很向往的心情来，就有一种熟悉感，因为去年来过，但是也是有新鲜感，因为毕竟不是我很熟悉的地方。每次来都是台北。对，工作的关系，台北和新北开始是在三峡，它有一个新区，它有一个叫台北大学，所以我是去那里开会。这次来跟去年不一样的是，我有更多的一点点时间了解台北这个城市的历史，包括我们在那个开会的时候还听有一位老师讲座，讲台北建成的历史。台北今年是建成140年，所以我还特地去比较古老的城区大稻埕清代建成的时候，大家一般是去买那个年货比较多嘛，对，很多南北货。那我当时就是一个人走，然后就是看到有一个湿版摄影，
非遗，哦，仅此一家。什么摄影叫湿版摄影，我觉得台北有意思的点就是乍看好像都差不多，但是呢，你真的就是慢慢的走，你总是会发现一些以为你很熟悉，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你是可以探索的。就像我们刚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时候，看到什么尼泊尔的这么一个小店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真的出来好好走一走，各个小巷都去探索一下，你肯定看不到它。对，这次来吃了好多台北传统的，应该是闽南的食物，老台湾的店子。因为我有朋友带我去，就是他会给你一个鱼，然后米饭，然后几个小菜，是在当地可能就是习以为常的，我觉得很好吃，然后很新鲜。我昨天去西门町，因为西门町是在我们从小看娱乐新闻，就是那种好像是星探发现什么林青霞什么什么小 S 这种地方，在那个小巷子里，我也是找吃的，找到了一家特别小的小店，但是那个阿姨就很热情，也是一条鱼，新鲜的，叫马头鱼。我是第一次听说马头鱼很好吃，又是很嫩新鲜的。马头鱼加米饭加小菜，110台币，好便宜啊！我当时就发消息发给我老公，他在西雅图，美国的通货膨胀很厉害，西雅图已经是全世界最贵的前10名的城市之一，吃穿住行成本都很高。我说你猜多少钱？110，你换算一下美元。然后他说就在西雅图就买半杯咖啡，我觉得好幸福啊！我能吃到这么便宜又美味的新鲜的鱼。美国超市是那种冻的鱼，除非你在码头的渔民，你才能弄到那种新鲜鱼嘛 ，fresh。就是 alive。我印象中西雅图吃海鲜的呀。是，但是你大部分你要去超市里买，除非你去那种华人超市，一般的超市都是冻着的鱼嘛，就给你骨头也剔掉了。然后我又是不吃肉，很爱吃鱼的人，我就觉得来这边好幸福。那这第二次来又去新的点去探索一下了吗？我去了那个三峡老街，它是清代的保留下来的，那个对我来说很新，因为我没有见过在台湾的清代的建筑。鹿港没去，我听说了。对，如果你想看清代鹿港，下次可能还想去台南看看，因为那边也是你很喜欢历史性的东西。对，探索一下历史。学者不一样。包括去大稻埕看到的也是，应该是他们从清代开始就是汉人的聚居在那里，很多老建筑，有很多商业，对。然后在那里吃到了一个叫我不知道台语怎么念，柯煎，就是那个牡蛎，很小的牡蛎，然后在油炸和蔬菜和在一起的，像煎的那个油炸的饼一样的。蚵仔煎呢？对。我不知道我说的标不标准，到时候又被大家笑。反正那个也是我第一次品尝吃到的东西。然后这次还吃到了一个，因为我住的地方在火车站附近，没想到周围全是日料，可能是有很多日本商人会去那里的地方。然后我就喝到了叫鳗头汤，鳗鱼的鱼头炖的汤，药膳。特别好喝，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喝到叫鳗头药膳汤，清甜的味道。如果你们发现我们一直在动，那是因为我们一直要抵御蚊子的咬的不行了。这个是没想到的，12月还有蚊子，这也就是生活在亚热带、热带地区人的福利吧。像我们那儿接近寒带，我也觉得很尴尬，就是我已经包的这么严实了，它竟然还可以咬我的手背。看着和服拍照的美女在我们身后缓缓的连步款衣。我其实也没试过和服，我很难想象我这样小碎步，然后我也是，就是腰要挺得很直，然后这样往前慢慢。我是大不流星，只能大不流星，大嗓门。然后又来了一位和服美女在我们身后拍一下。你们可以随意的走动，我可以帮你们拍，对。拍近，你到我那边的都可以哦，因为我可以帮你拍不同的角度，拍一起。好，然后你们可以往前走，可以往前走，然后回眸一下，去。瞧瞧这蚊子，我就是稍微拍了一会儿就被咬成这样。腿上就不拍了啊，腿上就不太敏感。坐在这儿，现在他们已经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坐在这边跟大家聊一会儿。希望这边蚊子少点，马上转移阵地。可怜的豌豆妈妈，双脚双手被咬的这样，拍这影片的代价有点大呀。至少你这个还可以带回家。那你觉得这次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吗？就是有变化吗？这一次来，就是对于地理我稍微熟悉了一点点，我就大概搞清楚台北的城市不同区域的方位，还有就是我感觉物价好像比去年贵了一点。物价贵了吗？
就是我买东西和吃饭。当然，这个涨幅应该没有美国那么厉害，美国通货膨胀非常的严重。在大稻埕的时候，他们那个老板应该是个收藏，他的自己的家族有那种收藏了火柴盒上的小纸片儿，其实还有很多商标，还有那个烟盒，或者还有广告海报，就特别漂亮。大概是1930年代日本时代的那些东西。重点是跟那个店员就聊起来，那位姐姐就说，她说她是周深的粉丝，然后她问我是哪儿的人，我说我是湖南人，然后她说她是周深的粉丝，周深也是湖南人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周深是湖南人，然后那个大姐就开始聊说，周深生于湖南，然后生长在贵州，还去看了4场他的演唱会，聊起来就觉得很亲切。就在美国的时候，你不会跟一个店员素不相识的攀谈起来，然后聊一些自己共同的话题。在这边就是人能够很自然而然的熟起来。因为这本书的缘故，去西周那边的长辈就很可爱，这是第2次见他们，就有一种认识很久了的感觉。还给我订了素食，因为知道我不吃肉，就特别好。你在台湾是很容易就是找到素食店的，是，这个是非常容易的，当然价格不一定便宜，我觉得。因为这边素食的人比较多，是吗？对，我觉得是宗教的原因吗？还是什么原因？我觉得应健康的该是有宗教的原因吧，也有一些生活理念上的一些原因。这样的。我自己也有尝试。是吗？你是出于什么原因尝试素食？我就是好奇嘛，那也许未来我可能会试一下，比如说拍一集什么一个肉食主义者1个礼拜只吃素食，是不是可以坚持完成？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给我留言，我看我要不要试一下。我上次去买那家店，它评分还是很高的，但是呢，第一呀，它特别容易卖完。Google Map 上明明显示它刚刚开店，我去的时候几乎已经扫光了啊。第二是它真的卖的挺贵的，贵还扫光，是因为一个潮流吗？我不知道，就是按照它 Google Map 上对它的评价是说，这家老板他用的是橄榄油，还什么玫瑰盐，就是非常就是高级的物料，高级的，对。虽然它门面看起来就是跟一般的就是台式的料理没什么不一样，但是它用的料跟它用的那个就是食材，给人感觉好像是更好，就是更用心，能够脱颖而出哈。对，有机会我下次我去体验一下。今天也聊了很多啊，就是这次豌豆妈妈她来台湾一些新的体验吧。从她的这个体验过程当中，大家可以感受到，真的是一个学者，她在那个见缝插针，她看的都是那些历史的东西、文化的东西。职业病，真的是，我也很期待说豌豆妈妈可以明年再给我一个惊喜啊！带着我老公儿子来旅游。对呀，真的很想见见。你儿子也这么大了，太可怕了。他儿子我当时见着那个小很小的，现在竟然跟他一样高哎，比我高多了。现在已经是个大孩子，比你高哦。但他男孩嘛，都快15岁了。我是几岁了呀？我们要忘记年龄。感谢大家来观看我们的影片啦，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不见不散啦！谢谢，拜拜。